1月后，崇德房地产。一想到王一博，肖赞忍不住摇摇头，跟着王崇厚一起站到了落地窗前。天很蓝啊，今天是个好天气。王崇厚看着这19楼湛蓝的天空，不由得笑道：“这如果是在外面，肯定很舒服。可惜我们是房子里的人，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，得走出房子才能感受到。”肖赞不解地看着他，总觉得王崇厚话里有话。王崇厚也不急，举起手里的咖啡杯与他的杯子碰了一下。世界很大，不要局限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。你还年轻，目光要放长远一些，跳出固有的思维，说不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王叔，肖赞盯着王崇厚的侧脸看了许久，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？肖赞抬起头，一双澄澈的锐凤眼不解地盯着王崇厚。回归社畜的感觉怎么样？肖赞一顿，叹了口气，其实还不错，就挺平静的。转眼又1个月了，但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他后面的没有说出来，可王崇厚却敏锐地接了下去。是有一点，就是觉得太平淡了。王崇厚伸出右手拍拍他的肩膀，笑容和煦。所以见识了外面的世界，谁又还想再回到这狭小的屋子里，每天过着重复又重复的生活？好好看看这世界吧，把格局放大一点。如果你那圈子装不下你，那就往更大的圈子走，多大的锅烙多大的饼。你这个饼绝不是娱乐圈那个锅能装得下的，懂吗？听了这些话，肖赞的眼里逐渐变得坚韧。是啊，他答应过外公，绝对不会这样不明不白地继续下去。一味的忍让和逃避换来的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攻击。是时候告诉众人，他肖赞不是真的那么好欺负的。王崇厚见他逐渐发亮的眼神，欣慰地点点头，顺手拿了一叠文件放到他手里。当然，我看你最近也挺闲，这些就交给你了。肖赞无语。王叔，话说王一博是不是这2天要回来了？王叔，你这话题转移得好生硬，是吗？呵呵，那个臭小子回来就不让他进家门了吧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昨天我在新闻里看到他和齐美的绯闻了，那都是假的。假的也不行，不能因为你是男人还待业在家就欺负你。肖赞有点哭笑不得，所以不让王一博进家门，这样不好吧？毕竟是你亲儿子。那没事，让他在门口跪着。坐在飞机上的王一博揉揉鼻子，小王忙从空姐那拿了一条毯子给他盖上。这是怎么了？早上看你活蹦乱跳的，也不像感冒了啊。没事。王一博揉揉鼻子，可能是赞哥在想我。小王翻了个白眼，这都能联想到肖老师，你真是没救了。嘿嘿，我不是因为马上能见到赞哥兴奋吗？别到时候惊喜没给到，变成了惊吓。不就是个绯闻吗？赞哥不会信的，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呵，那可不一定。哥，我回来了。王一博提着行李一下子窜进屋，刚走上楼梯，大门上指纹锁输入密码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他上楼的脚步一顿，望向门口。肖赞被吓得手一抖，刚买的菜直接掉到了地上。两人都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面对面站着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对方，好像有千言万语，却临到嘴边谁也说不出来。哥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肖赞微笑地看着他，温润平静的眼眸里倒映着王一博的身影。哥，你还好吗？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一句话出来差点咬了自己膝头。肖赞没有接，张开手臂笑道：
你抱抱我，看我瘦了没有？”王一博咧嘴笑了，雪白的牙在孝赞眼前一晃，整个人便直接扑入了他的怀里。孝赞将脸埋入他的颈间，王一博则靠在他肩膀上，闭着眼感受着他熟悉的味道，有书卷味，有烟味，等等。烟味。王一博仰起头，看了孝赞一眼，不死心的在他脖子上又闻了几下，真是烟味。孝赞被他小狗似的嗅痒了，缩着脖子笑道：“干嘛呢？没见过你这样的，这么久没见，一见面就跟狗似的乱闻。”哥，王一博搂着他的脖子，孝赞没看清楚他的表情，可听到他带着哭腔的叫声时，孝赞的心像是给锤子锤到了似的，一阵酸疼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？他忙将人从脖子上拽了下来。王一博的眼泪就跟不要钱一样，就这一会儿就落得满脸都是。你很难受，对不对啊？孝赞一边拿袖子给他擦泪，一边被他的情绪搞得挺莫名其妙。这段时间你受苦了。王一博又趴回他的肩上，孝赞被这小孩的情绪带得心里也不好受。这段时间压抑的委屈，在听到王一博说的这些话时，一下子就涌到了喉间，鼻子酸酸的，挺难受。没事，你没事，我就没事。孝赞边抚着他的背给他顺气，一边小声安慰：“你怎么会没事？哥，我真没事。宝宝，别哭了，你都抽烟了，能没事吗？”孝赞，你就知道骗我，说句难受会死啊，会影响你伟岸的形象吗？噗嗤，孝赞被他的形容逗笑了。什么破比喻？我没抽烟啊，我向来不抽烟，你忘了？王一博一顿，不死心的在他身上又嗅了嗅，搂着他脖子的手又紧了一分。我都闻到烟味了，你别骗我，我真没。孝赞叹了口气，又想起了自己去见王崇厚的时候，这时他没打算细说，就随口敷衍：“可能是去超市的时候沾到的。”我不信，你总骗我。孝赞无奈地将他放到沙发上，伸出手指，轻轻地抬起他的下巴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：“你尝尝，我嘴里有没有烟味？”本来孝赞只想给他一个浅尝辄止的吻，王一博这时候却突然抱起，反手将他整个人压倒在了客厅的3人沙发上，压着他的手臂，攻城略地。他着急地探索，似是要翻遍他整个裤腔，从那一丁点味道里判断孝赞是不是真的没事。他浑身都在颤抖，未干的眼泪滴在孝赞的嘴角，尝起来带着一丝苦涩。孝赞知道王一博心里难受，他也难受。这段时间他其实见了很多人，有父母，有朋友，可独独只有王一博。这2个月，他最想见的人就是王一博，也只有他。谁都可以见，独独不能见的也只有他。喘息间，王一博将手伸到了自己的衣服下摆：“赞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”别。孝赞的脸微微发烫：“你想什么呢？”王一博笑了，将他的手移到自己腰间，掀起衣角，在孝赞惊愕的目光中，把他的手按在了那个明晃晃的战字上。王一博，你疯了！躺在沙发上的孝赞猛地坐起，扯着他的衣角往那个字上摸去。我没疯，我就是想时时刻刻与你在一起。一博。孝赞红着眼眶将他抱进怀里，手指轻轻地揉着那块金色纹身，在他耳边轻声问道：“怎么老犯傻？”我就是傻。王一博将整个脸埋入他的颈窝，这个位置是他最安心、最想依靠的地方。对不起。孝赞环抱着他腰的那只手又紧了紧。
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。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